吓死人的恐怖片它又来了！今天香猪给大家带来台湾恐怖片《女鬼桥》第二部《怨鬼楼》。该片根据真实校园怪谈改编，首次将游戏中的鬼与现实结合，每一帧都让人汗毛倒立，脊背发凉。赶紧艾特你的道冤种朋友一起观看。故事要从一次校园鬼游戏测试开始。游戏还没结束吗？女生玉婷刚刚在大人馆完成鬼游戏体验测试，就发现模特身上的白裙突然变得血红，而模特脸上的面具也好像开始鲜活灵动，那台老古董留声机竟也悄然无声开启，这让玉婷立即想起大人馆的种种传说，顿时紧张地向同伴核实情况。可同伴在监控里却只看到玉婷一个人正在惊慌失措地拉扯房门，而这时玉婷突然感觉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向自己扑来，可不管她怎样努力，门就是打不开。玉婷在干嘛？对，干嘛？察觉不妙的男生立刻带人赶到现场救人，惊魂未定的玉婷这才发现，原来一切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但此时气势汹汹的保安已经闻声赶来强行赶人，因为早在民国时期，文化大学刚刚创办，校方在修建大人馆时，原计划以顺八卦的风水聚阳气旺财，没想到建筑大师严树文竟然悄悄将图纸改成逆八卦聚阴气阳鬼，这就使得外面的鬼进不来，大人馆里的鬼也出不去。如果人一旦不小心发生意外，被大人馆里面的鬼抓住，就只能被困在不同时空里无尽轮回。由于已经发生过多起惨案，所以学校规定晚间的大人馆内所有人一律不准停留。但此时因为被强行驱逐而感到不满的学生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位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保安，正是第一部女鬼桥中唯一的幸存者纪德全。收拾完赶快走。但玉婷却趁着大家还在议论保安的时候，悄悄用手机拍下了煤矿上的几道抓痕。因为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印记，竟然是只有她和哥哥连凯才能看懂的预警提示。只有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兄妹间才会使用这种暗记提示对方小心。可此时哥哥连凯已经成植物人，在病床上躺好几年了，那这个印记又是谁留下的？直到玉婷偶然在箱子里发现一本笔记和夹在笔记中的一把电梯钥匙，才知道原来哥哥连凯为了开发鬼游戏赚钱，竟然独自深夜来到大人馆测试遇鬼体验，甚至连凯为此还在朋友的指导下专门制作了法器油灯用来驱邪。记得不要让滴过你血的油灯离开你。没想到连凯当晚就在大人馆的电梯间遭遇不测，玉婷为了完成哥哥的心愿，继续开发鬼游戏。可就在发布会预演排练时，玉婷却一度哽咽到说不出话来，因为她的童年时代很不幸，每次面对父亲的打骂，都是哥哥为她遮风挡雨。就连开发这款鬼游戏，也是为了能让妹妹过上好日子。所以即使明知大人馆是著名闹鬼之地，可玉婷还是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测试。整个测试过程需要真人体验3个曾发生在大人馆的鬼故事。然而玉婷万万没有想到，在最开始的一个人捉迷藏环节，他就差点发生了意外。我连玉婷先当鬼，我连玉婷先当鬼，我连玉婷先当鬼。这个环节需要玉婷在30秒内找到预先被藏起来的恶灵娃娃。可当玉婷忐忑不安地按照提示来到洗手间时，却突然有只手从门下伸出来，一把抓走了恶灵娃娃。然而其他几位同学却只在监控里看到玉婷身后的洗手间门在无声地悄然开合，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获的玉婷只能按照提示前往舞蹈教室继续寻找，但这一次她却真的见鬼了。只见一点红光亮起，原本被放在模特身后的恶灵娃娃忽然站起来想要跑，可这时旁边却露出一张戴着面具的脸，闪电般伸手抓住了他。玉婷还没有来得及多想，耳麦中就传来同学的提示，接下来的环节需要他赶紧藏起来，以免被其他学姐给抓到。但玉婷看到楼梯口处探出的手臂和身子，明显不像是正常人，十有八九是这个环节中真的会进来了鬼。说，倒50秒。然而一场惊吓过后，玉婷忽然看到哥哥连凯留下的暗记，她猜测很可能是哥哥的灵魂
还被困在大人馆的电梯里无法挣脱。于是，在查阅了一番资料后，他匆匆带上那把电梯钥匙去实地查看。没想到，按照连凯的记录操作了一番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吓得赶紧后退，连大气都不敢出。原来，在电梯门打开后，进来了一对男女，而他们竟是几年前在大人馆因情自杀的那个教官和女生。果然，当他们走出电梯后，门上还卡着当年拴在他们手上的红绳。玉婷刚刚拿起红绳想要查看，却不料下一秒，电梯顶上竟突然倒掉下来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玉婷也曾在新闻上见过，正是几年前在大人馆被钉子刺瞎一只眼睛的舞蹈生，如今半边脸上还留着那个漆黑的伤口。如此恐怖的一幕，吓得玉婷急忙跌跌撞撞逃出电梯间，却意外撞到一个人身上，而紧接着那个人的军服上瞬间流淌鲜血，教官甚至还用那张血肉模糊的脸对他疯狂咆哮。干嘛？可当玉婷惶恐不安地指给保安看时，才发现刚刚还惊心动魄的电梯间现在竟然空无一人，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等到保安把她送到大门口时，玉婷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她告诉保安自己哥哥在这里出事以前曾留下来一盏油灯，她想请保安帮忙找回来。可无论玉婷说的再怎样楚楚可怜，保安却始终不为所动，还转身一言不发地走进大人馆。其实并非保安铁石心肠，因为没有看过《女鬼桥》第一部的人看到这一段时都会感觉莫名其妙。前面已经说过，保安季德全是第一部《女鬼桥》中的唯一幸存者，但其实他还背负了一个恶鬼赵新桥的威胁，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在诱骗5个女生献祭。所以不愿害人的季德全在听说大人馆的逆八卦可以锁住鬼，而且外面的鬼进不来，里面的鬼也出不去后，才来到文华大学应聘保安，可谓少走30年弯路，甚至平时连娶外卖也不会踏出大人馆一步，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赵新桥上身，从而逼迫他再去害那些无辜的人。可不知道真相的人却认为季德全是变态，外卖小哥甚至故意把外卖放在门口，想迫使季德全走出大人馆，结果季德全宁愿饿着肚子继续躲在大人馆里。而这一幕恰好被玉婷看在眼里，就主动帮他把外卖拿了进来。果然善良的人有好报，季德全二话不说就把连凯留下来的油灯找出来还给了玉婷。然而玉婷的善良也让季德全想起了伤心往事，神情恍惚之下甚至还发生了误会，结果被玉婷的几个同学当场打了一顿。但这场误会造成的后果却远不止于此。晚上季德全一个人在值班室正准备吃饭，结果电视却突然无缘无故自己打开了，紧接着屋外又传来一阵剧烈异响，吓得季德全顿时大惊失色。然而回答他的却是屋门无风自开，吓得季德全当场就跑了出去。可实际上这只是玉婷的那些同学为了报复季德全而故意搞出来的恶作剧。但这时赵新桥却真的找上了季德全，还警告他不要忘了献祭约定。不愿害人的季德全担心恶鬼上身自己会失去控制，竟然在绝望中想要拔刀自尽。幸好玉婷及时制止了他。这一刻，两个都被恶鬼伤害亲人的受害者都深深体会到来自亲情的哀痛。但人总不能因为痛苦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而恐惧也不能阻止人对亲情的捍卫。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要活下去的任务还有理由吧。玉婷把季德全的遭遇告诉给同学，并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做完最后一个环节的测试，而这个环节叫做4角游戏，需要通过某种仪式在房间内召唤出恶灵。而经过一连串的诡异事件，足以证明大人馆中可能真的有鬼存在。但即便有人出于恐惧要求退出，面对这种情况，玉婷只好拿出证据，证明哥哥连凯的灵魂极有可能还被困在大人馆。所以他最后一个环节的游戏目的，就是想从大人馆的恶鬼手中救回自己的哥哥。听到这话，暗恋他的男生只能硬着头皮留下。再加上季德全终于凑够了4个人，为了安全起见，玉婷把油灯交给季德全，然后4个人都开始等待监控台的指示。等一下游戏开始的时候，要记得闪躲游戏内的攻击，交接的时候就拍肩膀讲名字，走到没有人的角落，我是马就建武。咳嗽，还有点香。然后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都要把4圈走完，才能成功召唤游戏内的恶灵。刚开始测试的时候还一切正常，但随着监控台提示正式开始，第一轮就发现竟然有个角落开始出现空缺，紧接着一门铜钱悄然滚落，更多的意外也接踵而来。等走到最后一轮时，监控台突然惊恐地发现玉婷身后竟然多了一个人。然而当收到提示的玉婷猛然回头，谁知身后竟然空空如也。但更让玉婷感到惊恐的是，暗恋她的那个男生竟然不见了。而此时队友却意外看到，此时的玉婷正诡异地围着几排书架不停打转。如今参与测试的4个人全都已经不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并且从监控台的显示来看，真有东西在直奔监控台而来。把门关起来。
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监控台的房门突然受到猛烈撞击，像是有东西要强行破门而入。这时正在测试的几人也发现了异常，因为鬼游戏测试的主角突然不见了。男生焦急地喊着玉婷的名字，生怕她在这种环境中发生意外。好在片刻之后，玉婷就冲进了他的怀里，还问了他一句很奇怪的话：小姨在哪里？男生抱着心上人还没缓过神，但他身后的玉婷却已经被惊掉了下巴。他不知道此刻男生怀里抱着的究竟是谁，但口中却喊着自己的名字。然而此时图书馆里已经弥漫起黑烟，甚至监控台的房间里也有不明鬼物开始吞噬活人。显然鬼游戏测试已经完全失控。而紧接着一个脸上贴满铜钱的鬼王突然出现，玉婷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瞬间被某种诡异力量扼住咽喉，凌空飞起。而另外2名队友整个身体更是犹如坐上了过山车，转瞬之间就滑向角落的无尽黑暗之地。纪德全见势不妙，急忙抡起油灯直接朝鬼王砸了过去。但奇怪的是，这时的纪德全却感觉到似乎有人在强行拖抓他的手臂，极力阻止他这样做，而且他的手臂也莫名其妙出现了几道指痕。但最终纪德全还是挣脱束缚，将油灯砸了过去。油灯相撞之下，鬼王瞬间化作一片尘埃。但参与这场鬼游戏测试的6个人里，已经有4个变成了植物人，被送往医院。更可怕的是，因为油灯被砸破漏油，连凯也突然陷入危急状态。原来法器油灯已经和连凯人回锁定，如果灯油耗尽，也就意味着人会泯灭。现在摆在玉婷面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带着油灯到大人馆的电梯里再试一次，看看是否能将连凯的灵魂带回来。于是他只能苦苦哀求纪德全帮帮自己。然而此时纪德全回想起了在女鬼桥第一步时的遭遇，已经大致明白严淑文私自篡改大人馆设计的原因。原来在当年的情杀案中，严淑文先谋杀徐友以后再自杀，这样他们的灵魂就都会被困在大人馆中，最终达到灵魂永远在一起的目的。然而即使严淑文已经在大人馆化为铜钱加身的鬼王，可这么多年来却依旧没有找到徐幼仪的灵魂。因此即使玉婷再怎样努力，能够拯救连凯灵魂的机会也无限趋近于零。不管怎样，你都要救你哥吗？玉婷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可当她和纪德全按照连凯留下的方法再次走出大人馆的电梯时，才发现他们竟然回到了过去，看到了那时正在寻找恶灵娃娃的玉婷本人。这下一切全都对上了。原来那个时候玉婷总是感觉自己身后有人，其实那并不是鬼，而是已经返回另一个时空的玉婷正在寻找哥哥连凯。按照同样的方法，玉婷和纪德全利用油灯的指引，终于在更早的时空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连凯。然而这时本就漏油的油灯已经耗尽油量，连凯的灵魂也瞬间化作飞灰。好在关键时刻，在纪德全的提醒下，玉婷终于想起关于油灯制作的记录。以血为饮，染魂真善。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回到更早时空，拿回完整的油灯，这样就能避免连凯的灵魂完全消失，然后在油灯的指引下再回到现实中去。而玉婷也明白了怨鬼楼和无尽轮回的秘密。怨鬼楼被治鬼和每个人都被困在不同的时空里轮回。想到这，他连忙拉着纪德全在大人馆中四处寻找，只要看到当初他们在进行4角游戏时的场景，就可以准确进入到那个时空，然后把没有破碎的油灯带回来。而在这个过程中，玉婷才发现，原来他在鬼游戏测试中每一次所遇到的诡异之事，都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在试图挽救连凯所导致的。但不同时空的跳跃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本应在4角游戏中化为尘埃的鬼王严淑文，此时也因为油灯没有漏油镇煞，从而躲过了灭亡的命运。不但将玉婷单独困在另外的时空里，还用厉鬼长生让玉婷受尽折磨，甚至厉鬼的手臂还直接穿过她的口中，进而吞噬她的灵魂。现在玉婷的生还希望都掌握在连凯手里，是选择自己保命而放弃妹妹，还是为了妹妹而选择自我牺牲？连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提起油灯扑向严淑文，最终和她同归于尽，从而让玉婷挣脱无尽轮回的束缚。这也许就是破解怨鬼楼的唯一手段，也是怨鬼楼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让人在最不可名状的惊恐中凸显家人亲情的可贵。然而在连凯的葬礼上，女鬼桥系列中的恶鬼赵新桥却转而盯上了玉婷的堂姐连淑瑜。显然关于女鬼桥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香猪，咱们下期见。